那么台股开盘跌了600点哈，但是后来又涨又涨台积电也涨，后来这个尾盘也涨那台积电收889我一直看台积电大量就表示我这国安基金有进来拉了有国安基金那这个时候拉就有用那另外呢，这个国安基金护过9次盘，8次都成功那最长曾经护盘了275天，最长一次在2022年的7月最短呢只有5天，进场5天，股市起来了就好了拉抬一下那就是如果整个股市全部往下跌的时候，你拉抬不起来了但是就是说你看的情况可以点个火，这是可以的那他们说呢，川普之所以在暂缓关税，到底是什么意思？专家是说，美国就想把台积电搬走了，其实就是意在台积电台积电来那另外呢，本来台积电很多人说它目标价是1400块了那今天是800多嘛曾经前2天跌到700多，不过一下子，那外资说还是可以买进，但是目标价砍了25%，就觉得他将来到处投资等，尤其在美国那可能就不像以前可以毛利那么高，赚了那么多了那另外呢，这个央行总裁也说了，川普的不确定性太高，唯一的策略就是谈判这我也听不懂他讲什么，唯一策略谈判，那问题谈判他也不确定很高而且说呢，我们呢有美债不要卖，不能像大陆那样卖，这是我们谈判的筹码川普才不理你这些的，好吧？这个都是乱讲一通。那美国对大陆呢加征145%的关税，陆委会说呢，这是我们的陆委会说中小型台商困难会很大，不过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可以回来中小型是会很，因为它又不是高科技，毛利又很低，毛利又不是那么高这一加一点点它都很受不了了那另外呢，这个现在说要组零关税我们赖清德不是也讲，我们从零关税开始谈，汽车会很惨我觉得不是汽车零件当然对台湾的内销的汽车会很惨因为现在汽车关税很高汽车是17.5%的关税，然后再加货物税，交完关税以后 CIF 你把运费、保险费加完以后17.5%，然后这个全部再交货物税这个2000cc 以下的25%货物税，2001cc以上的30%货物税，然后完了以后再交什么牌照税啦、燃料费啦，乱七八糟一大堆所以难怪国外可能100万的车到台湾就200万那所以呢，如果这个零关税的话呢，会冲击我们国内的汽车业。大家现在都把目标放在裕隆，其实要替裕隆讲的话，台湾有7个汽车厂都在台湾生产不是只有裕隆7家，因为在台湾生产这个省掉很多钱嘛至少你省掉关税，货物税还是要交的但你省掉这个什么运费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了还有农渔产品，我们为了保护所以农渔产品也是受到保护的所以那这样的话呢，你怎么办那你是不是要弃甲役兵那因为现在说要抽我们32%的关税嘛，所以呢，我们的蝴蝶兰也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呢，这个蝴蝶兰特别蝴蝶兰跟它的苗很多是卖到美国去的农业部说我们呢用180亿来救市了那这个不会放弃美国市场美国市场是很重要的那另外茶叶卖美国第1名我都没想到茶叶出口到美国是第1名的我们也出口到日本，也出口到中国大陆也出口到菲律宾，出口到香港，但是美国还是第1名所以呢，茶叶很担心，说呢会不会到时候这个你把关税都没有了以后呢，我们就蛮惨的其他的什么乱七八糟国家茶叶都可以进来，就打击我们的产业嘛那台湾的6大农产品，就蝴蝶兰、茶叶、毛豆、无锅鱼、鬼头刀、鲈鱼这是台湾主要的这个外销到美国的产品会影响台湾的农产品，影响得很大。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执政下，经济市场可说是说变就变，美股4大指数重挫，道琼瀉超过1000点，也牵动台股表现。开盘跌227点，以18772.5点开出，早盘一度崩跌超过500点，最低到18418点附近。没想到盘中由黑翻红，重返万九大关。难道是因为国安基金进场护盘吗？
专家分析，国安基金银弹规模扩充，也能增添投资人信心。川普的本质其实就是2个字叫善变而且经过一天的大涨之后，开始有一部分的投资人会想要说去做一个出脱持股多空交战的状况之下，让整个盘面比较刷洗。而观察龙头股表现，台积电开盘跌15元，以848元开出，盘中最低触及836元；联发科开盘跌20元，以1280元开出，不过后续双翻红。另外，鸿海开盘跌5元，以118.5元开出，不过随后买盘涌进，股价黝黑翻红，就连广达、伟影、台达电也翻红。在4月17号，台积电法说是不是还能够释出第二季很好的一个营运展望专家分析，就看气势能不能继续延续，但也不要低估市场的不可预测性。那金，我觉得在这样股市的震荡的时候呢，更特别要值得注意的是债市啊。就美国来讲呢，现在大家这几天呢在热烈讨论的就是说，川普的这一套呢是他们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啊，那 Stephen Mnuchin 他所提出来的，他的那个招数是这样，就是说，美国作为长期的美元啊，作为长期的主要的这个储备货币所以呢，它负担了非常多啊，就美元就是卡在那个地方，然后使得呢这个美元的长期没有办法贬值啊。然后就造成了然后它又印了非常的大，因为需求量很大嘛就印了这样美钞之上，然后制造业呢，美国的制造业又衰退，所以使得他们的贸易赤字呢如此的庞大，债务如此的高所以他的做法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先祭出关税战然后每一年呢，就是要让美国呢有能够吸进至少6000亿美金的这个钱然后来打消我们的这赤字，但是他同时呢也要3箭齐发，因为呢他要在这个美债的部分呢，他要让这些各个国家，你不能够把抛了美债这样子还得了，所以呢他要跟这些所有的国家呢，短期持有美债的国家签一个100年长期美债换成100年长期美债，而且是零利息。不能有利息就没有利息咯。而且呢，你这个美债持有者呢，我还要征你的税，叫做安全溢价税然后要征0.5%到2%的这样子安全溢价税，然后在这个汇率也是这一场战争里面很重要的因素嘛。那你美国这样子搞去征税啦，去增加这个关税的话，那汇率必然会引起到很大的波动。那为了防止你们这些国家，你们这边跟我搞那个汇率对坐所以呢，他也会透过一个透过一个协议和透过一个操作，就是你敢在跟我在汇率上面对坐的，我就把你踢出这个 SWIFT 然后呢，他们在对于美元的定出来的那个价格是要让这个美元汇率呢有序的贬值，再加上联准会的降息，它的目标呢是要贬到20%可是它这个算盘呢，实在是漏洞非常的大，而且呢一厢情愿。他那样的想法是把美国当作还是那种单极世界的单一的霸主，其他的国家呢只有乖乖的就是 kiss my ass， 就是 kiss my ass 就俯首称臣。但中国不是木头人中国也不像日本一样，当初那个广场协议就搞得这个日本呢，到现在都还在这个衰落之中。我看这些川普的这些的国家里面，大概只有2个国家呢是完全的会配合川普的一个做法一个就是日本，一个就是台湾嘛那所以说我们台湾呢不但呢不会反击，而且就像是我就像讲难听一点，像是个美奴一样，奴仆一样这样子伺候着这个川普。可是中国呢，他就采取了反击的策略，而且你看这个川普呢，他在实施这种我叫做讨债式的关税讨债式的关税13个小时之后，就是因为他的30年期的这个美债就触碰到了5%殖利率这么高，所以他就怂了，他就缩了。所以 Freeman 就写了一篇文章，就说川普这个就是告诉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他是会认怂的，所以它叫做认怂的艺术。但是你说中国在这场仗里面现在中国的姿态当然是非常的强硬习近平也讲话了嘛他们不会轻易的，就是他们叫做什么？不会轻易的屈服了中国会保持始终靠的是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从不靠谁的恩赐，更不畏惧任何无理的打压。但中国这场仗的应对有这么容易吗？也不容易了哈。所以说呢，他现在要面对的他内部的包括通缩的问题，包括你看他的小额，美国对他们的中港的小额包裹增加到120%。它会有很大量的失业的问题，哈，所以这2个因素呢，都会造成中国一个很大的障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中国现在当然是希望要去联合欧洲的国家啦，它的这个亚非拉的这些国家啊，东协的国家，习近平很快就要去马来西亚、柬埔寨这些的访问哈，来联合的创造一个就是减美啊，减掉美国的这样子个联盟，可它里面困难还是重重的哈。虽然说他们的动作也很快，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已经跟欧洲方面的贸易的这个委员呢，已经来开始商谈有关于电动车的价格的问题了。可是中国呢，绝对在跟这个欧洲这种意识形态，就是非常的伪君子式的那种高举这个道德的这些的国家，而且他们对于中国的采取这种不公平的市场规则是非常非常在意的，所以中国呢一定要让利。他一定要让利呢，就算是割肉喂鹰呢，也要把这个利呢让给这个欧洲的这些国家，让给澳大利亚，让给纽西兰这些国家，加拿大啦或墨西哥，他才能够呢真的是拉出的这样子一个所谓的减美的这样子一个自由的贸易联盟，否则的话，它的困难里面还是很多的啦哈。但我是预判了哈，在这个美国的霸权的衰弱的情形之下的话，川普想要在这场仗里面赢是不容易的。最重要的就是赵先一再讲的，川普是要选举的人，习近平他不要选举啊哈。可是呢，就算这样子的一个对撞呢，中国到最终呢是笑到最后，但也是惨胜。这个要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双方都很惨呐，都很惨。美国的物价会上涨，中国的这个经济会受到打压了。对，而且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是要非常警惕，因为杨金龙昨天讲了一句话，因为讲到美债，他说我们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策略哦，我们可以去持有这个美债，而且我们是长期持有，我们不会卖。到美国到后来就是拉着你，不但是要加入我的所谓的海湖庄园协议哈，你要把短债换成100年债。而且是零利息，还要付出保护费，这不是保管费，不是很惨吗？他现在海湖庄园费的会议就跟原来那个广场协议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对，他就是搞这个东西了哈。基本上呢，就是说，其实这个美国，他当然全世界能够被他威胁最好，不行呢，他至少呢剑指老共啊。为什么？其实加拿大销给他也很多啊，对不对？加拿大销他不少，欧盟其实销他也很多啊。但是呢，他现在就说。这个只有报复我才要报复，加拿大也报复他，欧盟也报复他，但是他的脚上看不到，就看你中国大陆所以就是因为你最大嘛，所以我就杀你其实就这样那中国大陆当然了，他可以他是王岐山3年以前说我们中国大陆可以吃土好像吃3年，现在也不可能了，现在谁给你吃土啊？也所以也是蛮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没办法。那你怎么办呢？你现在叫双方川普也是要面子，习近平要面子，而且都民族主义在后面撑，谁能够让步呢？所以不可能让步嘛，所以大家就撑下去撑下去台湾真的不要偷笑，台湾一定会受到波及的。你想这个道理，两个大象打架，你台湾怎么可能不受到波及呢？一定会受，因为台商那么多，对不对？大陆输美国的前10大这个厂商，台上占了7、8个，我知道7个，那天朱云鹏说是8个。那台湾在大陆也一年将近700亿美金，已经是20年的最少了，也是不少钱了。那美国将来要你减少逆差对它的逆差减少你的顺差，那你从哪里赚钱？都不要赚钱，要怎么办？总要告诉我们吧。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这个赖清德说从零关税谈起了，我通常没有这样，都是从高往下谈嘛，那从零往上谈的好吧，不管他怎么谈但是呢，对农产品影响就蛮大的因为台湾小农制嘛，比较精致农业，美国是大农制美国你看那个在飞机上撒农药、播种都在飞机上搞大农制 tractor 印机，台湾那个小的耕耘机都要几家联合起来用，那差很远的
那所以呢，我们就很怕农业要保护，没办法，不保护怎么办呢？以前历任政府都是保护啊，想尽办法要保护啊哈。农业产值固然很低，但是农民蛮多的，再加上台湾很多的都市的人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对农村的感情特别浓厚哈。那所以呢，如果你真的现在多少不知道了，现在暂时10%了，但是未来是不是10%也不知道哦。那所以呢，像蝴蝶兰，因为我们外销蛮多，我们兰花很漂亮的哈，出口美国就会贵嘛哈。那中国当然更惨了，抽到145%，越南46%，荷兰的花卉王国抽20%啊。那另外呢，但是我们是说，我们绝对不会放弃美国市场哦。事实上，美国人有钱嘛哈，美国人购买力也强嘛哈。那另外呢，茶叶卖美国的居然也是冠军哦。这个让我有点意外，说啊，美国人喝茶吗？居然是冠军哦。那当然也卖中国、日本、菲律宾、香港或其他地方了哈。那另外呢，台湾的6大农业，蝴蝶兰、茶叶、毛豆、鱼、鬼头刀、无国鱼还鲈鱼都会受到影响哈。那另外呢，茶叶啊，输美国的关税呢，其实也很高啊，主要是它全部都是一样的关税嘛。大陆145%都145%。台湾32%都32%哦，那希望能够谈下来，暂时10%，那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哦。我们看一下，台湾茶出口到各国种类很多，当然也包含卖到美国。虽然因为对等关税暂缓，暂时逃过关税大刀，但业者被迫先观望，必然会受到影响，是到3个月到6个月、半年之内。美国对于茶叶的引用，其实现在目前出口来讲的话，都是以原料比较多。找美国市场，当然就是希望我们政府能够帮我们看看辅导我们其他的国家产地。销往美国大多是半发酵跟红茶，但都是拼配茶，也产生了洗产地疑虑。后续我们会再研究，因为现在目前就是我们台湾只对我们自己台湾茶要确保100%原料。以去年出口状况来看，6285公吨，总值24.5亿台币，其中出口到美国就占1/3，有1959公吨，出口值7.2亿。其次是中国、日本、菲律宾跟香港。而以竞争国家来看，除了中国大陆总计关税145%，台湾原本是32%，是输印度跟英国，即使缓冲期都变10%，但不确定性还是很高。受到冲击的还有兰花、蝴蝶兰，大约40%也销到美国。美国是第一大出口市场，近3年平均落在22.4亿台币，原定关税32%，担心会被迫放弃美国市场。就算降到10%，订单还是少1到2成，其他市场也很难取代。在减少大概1成到2成的部分，其实减少的量就是对于美国就是将近300万颗的量，不是说今天美国市场关税提高，我们就要去转移不做这个市场，这我们也做不到。好，博弈怎么看？对于美国高关税的策略一出来之后，世界各国都在想方设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赖政府一开始的态度非常特殊，要大家安心入睡，问大家这个润饼包什么料，然后收取至少我们还有音乐的毛巾，完全束手无策。然后舆论骂翻完之后呢，开始赖政府提出了这个对川普的相对应的关税策略，策略内容是从零关税开始谈。当然不是不行，但是绿营是忘记了一点，之前民进党为了中南部的选票一直说他是最支持农民的而且在2023年农业部挂牌的时候，民进党讲什么东西？他讲说台湾是以农立国，所以民进党他们始终都会跟农民站在一起就大家还记得2002年我们台湾加入 WTO 的时候，首先牺牲的就是农民的权益。到了这一次遇到川普高关税的时候，没有想到恐怕绿营还是得把农民拿出来祭旗如果台湾跟美国真的达成零关税协议，首当其冲，我们的台湾的稻米产业恐怕会全面灭顶因为美国的稻米进来，如果台湾没有关税来做一些保护自己内部的措施的话，恐怕没有竞争力所以赖政府居然在没有跟农民团体做好基本的沟通跟充分了解之下，直接贸然的说用零关税来讨好美国，我觉得对于支持绿营的，包括还有农民们，真是情何以堪。要知道，川普在宣布他的新关税政策之后，他不止冲击到是所谓高科技业，对于传统产业也冲击非常多。台湾去年从美国进口了的产品的总金额是465亿美金，其中有38%的产品它不是零关税，像是汽车、保健食品、纺织品，他们的关税的税率大概在10%到30%之间这些都是所谓传统产业。也许他们的附加价值没有台积电，也没有联电，也没有所谓的半导体业来得高，
但是他们的从业人员数量却是远远的高过这些高科技业啊。他们保守估计算过啊，如果台美达成零关税协议，光美国稻米进口台湾可能会造成30万台湾民众的失业啊，因为上下游所有可能都会失业。如果再加上其他的传统产业都受伤的情况的话，那失业人口绝对不止30万这个数字。所以这次赖政府他必须要赶快来面对跟因应的问题啊。但很明显的感觉起来，绿营现在的态度好像是，看到股市没有跌了，回升了，所以重点不是关税，又开始要针对大罢免来前进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当然不是不好，但问题是哪一个优先顺序？到底大罢免跟关税的问题，哪个对台湾未来影响比较大？必须要想清楚啊。要知道，川普现在不是跟大家讲关税没有了，只有10%，是先休息90天呐，90天以后会变成怎样，还没有人知道。刚刚来宾跟那个乃金姐讲了很多传统产业，他们的毛利率大概只有3%，对，3%到5%左右啊。所以不要说是关税被提高32%，你关税提高到10%，这些产业都会非常的凄惨。但是现在赖政府好像觉得，只要关税是10%，他们就已经赢了一样。跟各位报告，这是非常错误的想法。因为如果台湾的关税被美国磕10%，我们要面临的不管是出口、进口贸易，还是顺差逆差，这些都已经不是重点，因为重点是我们的失业率会飙升啊！失业率飙升完之后，接下来后续的社会问题才是最严重的。所以真的拜托赖政府，也包括所有绿营的人，现在先把重点放在共富国难之上，而不是只是想到要罢免在党立委，那些真的对于国家的帮助一点都没有任何的好处。而且你说从零开始，一定就是零了啦，没有什么开始了。来亮君议员，我想先回应一下，就是说大家现在在讲说，接下来从零关税开始谈起，是不是会冲击到台湾自己的农业农产品第一个是说，其实，在关税的这个谈判上面如果我们去看说，现在美国它对各国要来进行课予高关税，那这个高关税的细节针对哪些产品，其实这都还是有细节，针对每一项不同的产品跟产业，它都还会有细项的关税课予的这个数字那么零关税当然是展现出一个善意跟谈判的一个基础但是针对不同的产业别，我想台湾政府还是会有自己坚持的政策。那么在昨天，大家也一直很关心有关台湾农产品的部分，昨天农业部长也特别强调，有关稻米一定要维护我们自己的农民，所以针对这个部分是绝对不会来降低关税。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这样一个承诺我想也是希望说能够安定农民的心那另外也就是说，在这样子一个各国都被征高关税的状况底下，尤其是中国，我们也发现说，确实有另外一些市场是台湾的农产品或渔产、水产可以抢攻的那像是吴郭鱼等水产，其实在这个整个关税，因为美国对中国课征高关税之下呢，台湾其实反而在水产反而是有竞争的优势，或许可以进攻美国市场。所以其实，在农业上面有更多的这些弹性来去好好的来思考拓展海外市场的机会那么先前所提到，行政院第一时间所颁出了880亿的这样子一个挹注各个产业的相关补助其中也有18亿是要来挹注到我们农产业里面，那包含不管是在这个利率加码补贴或者是外销等等的这些，那其实呢，政府都是持续在做，那没有讲到说什么现在有90天，好像多开心多这样，没有，因为没有人知道川普接下来会怎么做。我们所有各个国家应该都在因应，没有人知道他接下来会在90天之后会继续课以高关税，还是说他愿意来往下调整这些关税的数字，没有人知道。但是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保护自己的产业，但是也同时间要能够获得在关税上面进一步的这样子的利多。我想这是政府在谈判上面一个非常稳健，但是要守护台湾农民或者是我们核心晶片利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跟立场。刚刚这个大陆的国务院宣布了他对所有美国产品再提高关税，提到125%美国对老共提145，老共对美国125，他为什么不145？你看怎么讲他说现在我给你125嘛，即便美国再继续加高关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而且会沦为世界经济史上的笑话。因为在目前的关税的这个水平下呢，美国输大陆的商品已经没有市场可接受性，对，就是说大陆也不会买你美国东西了，所以呢，意思我再加关税没有意义了嘛，我加到125%已经是到顶了那美国如果继续把关税数目这个加上去打这个战争，中方将不予理会。换句话说，
中方就是125%的啦，你加到200%，他也不会给你上来，因为他觉得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哈。那但是如果美方执意继续实质性侵害中方利益，中方将坚决反制，奉陪到底。反正就是双方杠上啊，那最后到底会怎样哈？休息一下再回来。